第297章，纳兰嫣然的出手。大厅之中，众人满脸惊讶地望着萧炎，他们可没想到，这位看上去应该是擅长炼药的青年，竟然在战斗方面丝毫不比木战逊色多少。先前的那轮闪电交锋，时间虽短，可明眼人都知道其中的凶险。木战在帝都年轻一代中，战斗天赋几乎可以说是名列前茅，而加玛圣城中也少有同龄人能够和他战得不分上下。特别是经过这2年军营历练，现在的木战无疑是比以前更加强横与凶悍。然而在先前的那番交战中，他却似乎并未占多少上风。虽说这次的战斗木战并未动用全力，甚至连斗技都未曾施展，然而众人也并不会忘记，那位长相平凡的青年同样是完全在凭借着身体本能在战斗。没想到这炎萧战斗力竟然还这般不错，惊愕地望着萧炎，小公主讶然道：她最是清楚不过木战在战斗方面的天赋了。然而在刚才，她却并未将炎萧揍得极其狼狈，反而两人是以互不分上下而结场。柳林嘴角微微抽了抽，没有见到想象中萧炎被揍得落花流水的场景，他此时的心情跟并不是如何的好。听得小公主话语中的诧异，他心中略有些不愉，淡淡的道：若木战真的是放开手脚全力来战，我敢说炎萧绝不是对手。呵呵，或许吧。小公主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身为女性，她的观察自然是要比心怀芥蒂的柳林要仔细许多。在木战退后之间，她分明地瞧见这个家伙的脚退后间略微有些不自然，看来在先前的那一击对轰间，木战似乎受了点暗疮。炎萧，你没事吧？心焦地望着退后的萧炎，亚飞急忙上前，担忧地问道。在说话的同时，先手已经拉住了前者的衣袖，显然是不想他再上去战斗。没事。萧炎微微笑了笑，袖袍垂下，拳头缩进袖袍中，微微颤抖着，将拳头上的那股疼痛感缓缓驱逐。这家伙实力果然很强，看样子应该在斗师8星甚至9星间感受着拳头上传来的一波波痛感。萧炎在心中暗自猜测道。不过想必他此时也不好受吧，火克木，青莲地心火的那一次灼烧，可让的这家伙吃了的暗亏。萧炎瞟了一眼木战的脚掌，嘴角掀起一抹冷笑。木战一脸凶气地死盯着萧炎，脚掌传来的剧痛让得他嘴角不断抽搐着，体内斗气迅速流转，然后包裹上了脚掌，将之渲染成淡淡的绿色。木战的斗气是属于木属性斗气，这种斗气有着一定的疗伤作用，因此随着斗气的缭绕，木战那受伤并不算太过严重的脚掌又是逐渐的恢复了过来。小子，很不错嘛，没想到你一个养尊处优的炼药师，居然还懂得如此凌厉的战斗方式。木战冲着萧炎咧嘴一笑，犹如一头龇牙咧嘴的猛虎，凶气盎然。这个家伙若是放在战场之上，定然是一名难得一见的凶将。萧炎冷笑不语，青色斗气依然缭绕在身体表面，没有丝毫的放松。不过不管你是谁，都不要动我喜欢的女人。脸庞上的笑意骤然消失，木战一声厉吼，雄浑的斗气自体内暴涌而出，斗气翻腾间，一套有些模糊的斗气铠甲竟然逐渐地出现在了他的身体表面。望着木战身体表面的斗气铠甲，萧炎眼瞳微缩，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召唤出大斗师方才能够具备的斗气铠甲。虽然他现在的铠甲仅仅只是初具雏形，不过防御力却是远远超过了斗师的斗气纱衣。这家伙要动真格的了，心中喃喃了一声。萧炎脸庞逐渐凝重，心神运转间，一缕缕青莲地心火被从气旋之中的那灵内扯了出来，然后在经脉间飞速穿梭着，随时准备着爆发出属于他的恐怖能量。木战，你个疯子，住手！望着那还不肯罢休的木战，亚飞气得俏脸铁青，没有理会亚飞的怒喝。木战身体表面上的斗气越来越浓郁，一股强横的气势从其体内升探而出，将大厅中一些实力稍弱之人压迫的脸色微变。我说过，谁敢碰你，我就杀了谁。脚掌轰然落地，一道道裂缝犹如蜘蛛网一般从落脚之处飞速地蔓延开来。木战的身体略微前倾，然后咻的一声，
化为绿色影子，对着萧炎爆射而去。沿途所过之处，一道1尺深的沟壑一路蔓延而来，整个大厅在此刻变得一片狼藉。感受到木战身体之上缭绕的凶悍气势，萧炎脸色凝重地将面前的亚妃拉扯在身后，袖袍中的指尖处，青色火焰开始了诡异的跳跃。木战的速度极为迅猛，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面前不远，高高的举起拳头，拳头之上赫然布满着尖锐的绿色木刺，看上去极具攻击力。青木刺！一声压抑的低吼，木战那布满绿色木刺的拳头夹杂着一股尖锐劲气，狠狠地对着萧炎砸了过来。漆黑的眸子冷冷地注视着越加接近的拳头，那股压迫劲风将萧炎身体上的衣袍压得紧紧贴在皮肤之上，袖袍之中青色火焰在这般压迫下也是翻腾得越加欢快，炽热的能量急速凝聚着。就在萧炎即将使用青莲地心火反击之时，眉头忽然有所感应的微微皱了皱，旋即略微前倾的身体停顿了下来。在同一时刻，一道清冷的娇喝声在大厅之中响了起来：木战，给我住手！随着娇喝的落下，一道月白影子闪电般的从大厅的另外一个角落爆射而来，身形在半空几个诡异漂浮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前。眼角余光瞟着纳兰嫣然在半空中移动时的诡异身法，萧炎眉头不着痕迹地跳了跳，这女人3年中进步了很多啊。千锋罡闪现在萧炎身前，纳兰嫣然俏脸微冷地望着那依然没有停止攻击的木战，雪白纤手探出宽松的衣袖，修长玉葱指轻轻一弹，5缕淡青色的螺旋罡风在指尖之处浮现而出，犹如5根锋利无比的青色指甲。5根锋利的螺旋罡风在疯狂旋转间，居然是犹如将空间撕裂了一般，屈指轻弹，螺旋的罡风气劲爆射而出，旋即狠狠地射在木战那布满绿色木刺的拳头之上。砰！随着一道响声炸起，木战拳头之上一阵阵木屑爆射，罡风所携带的凶悍劲气直接是让的木战暴退了几步，每一步的落脚都会在地板之上留下深深的脚印。待的最后一步落下，木战肩膀一阵猛颤，一股无形的劲气透体而出，在其身后的柱子上留下了一记深深的印痕。纳兰嫣然，嘿，没想到不过2年不见而已，你竟然强了这么多，看来云云宗主对你教导得很用心嘛。舔了舔拳头之上的鲜血，没有理会这点痛疼，木战惊诧的道：木战，这里是纳兰家，不是你木家，言萧先生是我纳兰家的客人，容不得你如此放肆。纳兰嫣然轻喝道。木战眼眸微眯，拳头握了握，目光在大厅中扫了扫，然后顿在了那正快步对着这边走过来的纳兰杰、纳兰素2人身上，知道失去了再向萧炎动手机会的他，只得无奈地摊了摊手，下巴微抬，盯着萧炎：今天看在嫣然的面上，就不废了你，不过日后奉劝你离亚妃远一点，否则随时奉陪。萧炎冷笑道。经过先前的那番交锋，他知道木战的级别比自己高上一些，不过若是将底牌动用而上，谁胜谁负还未可而知。有骨气！没想到刚回帝都，便是遇见了个能让我踩的人，我很兴奋啊。冲着萧炎咧嘴一笑，木战那白森森的牙齿颇为森然。踩人那也得量力而行啊，不要到时候人未踩到，反而把脚给刺破了。对于这个丝毫不掩饰自己嚣张跋扈气质的青年，萧炎并未有丝毫的软弱退缩之举，针锋相对的模样让得众人诧异不已。好了，你们都少说点吧，今天是奈兰家的聚会，不要扰乱了大家的雅兴。这针尖对麦芒的2人让得纳兰嫣然微蹙着柳眉，无奈地斥道。萧炎耸了耸肩，目光从木战的身上转移向了那背对着自己的美丽女人，眼眸虚眯了起来，手指在袖袍中轻轻地弹动着。先前纳兰嫣然的出手，是萧炎自从认识她后首次瞧见。所谓管中窥豹，他一击便能够逼退与自己战得不分上下的木战。这女人3年之中实力进步也极快啊。虽说先前她所施展的斗技或许等级不低，不过若是没有雄厚实力做支持，斗技等级再高，在这种等级相差不远的对战中也顶不了多大的用啊。
云岚宗对他的栽培还真的是不有余力啊。这次的3年之约有得完了。目光停在那蓝嫣然那线条优美的娇躯上，萧炎在心中喃喃道。